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超暖心的两岸爱情故事，真的是甜到我这个老红娘都要酸掉牙了。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台湾小伙子阿杰和大陆姑娘小芳的相亲故事。天哪，这对璧人简直就是缘分，天注定。话说去年冬天，我接到一位台湾阿姨的电话，说她儿子阿杰今年32岁，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做高管，年薪破100万新台币，有车有房，条件那是相当优秀，但就是忙于工作，一直没有合适的对象。阿姨听说我是两岸婚恋服务的红娘，特意来找我帮忙，希望能给儿子介绍一位知书达理的大陆姑娘。丽姐啊，现在台湾的年轻女孩子都很独立，不太愿意相夫教子，我儿子又是传统性格，希望找个温柔体贴，能照顾家庭的女孩子。阿杰妈妈这样告诉我，我暗自思忖，这种情况我遇到太多了，很多台湾男士来找我，都是看中了大陆女孩子传统贤惠的一面。不过我也得说，这种刻板印象也需要打破。现在的大陆女孩子同样非常独立自主，事业心也超强的好吗？不过凑巧的是，我正好认识一位特别不错的大陆姑娘小芳，今年28岁，在上海一家外企做财务，长相甜美，性格温柔，工作能力也很强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从小受到传统家庭教育，非常懂得关心照顾人。我觉得她和阿杰挺合适的，就安排他们见面了。相亲那天，我特意选了上海一家高级茶馆，环境雅致，适合两个人慢慢聊天。阿杰从台北飞过来，提前半小时就到了，一看就是个靠谱的人。他穿着得体，谈吐文雅，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男生。丽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您费心了。阿杰站起来，礼貌地和我打招呼。哎呀，这有什么？我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有缘人走到一起。我笑着说，小芳也很准时。一进门，我就看到阿杰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小芳今天穿了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，长发披肩，淡妆素颜，气质真的很好。你好，我是小芳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小芳微笑着伸出手，你好，我是阿杰，从台北过来，路上有点累，但见到你，感觉所有疲惫都值得了。阿杰这开场白说的，我都想给他鼓掌，真是情商高。寒暄过后，我找了个借口离开，给他们创造独处的空间。不过我走之前悄悄交代服务员记录一下他们的互动，毕竟做红娘嘛，要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后来服务员告诉我，他们聊得特别投机，从工作谈到生活，从兴趣爱好聊到人生规划，竟然一坐就是3个小时。阿杰对小芳的温柔体贴和知识面宽广印象深刻，而小芳则被阿杰的绅士风度和事业心所吸引。晚上，两个人都给我发了信息，表示对对方很满意，希望能继续发展。哇塞，这效率也太高了吧！看来我这个红娘真不是白当的。接下来的1周，阿杰特意延长了在上海的停留时间，每天都约小芳出去约会。他们去了外滩看夜景，去了博物馆增长见闻，去了小芳最喜欢的书店。阿杰还带小芳品尝了正宗的台湾美食。短短7天，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，我真是又惊又喜，这进展也太神速了吧！不过恋爱容易，相处难，两岸的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差异还是有的，我得提醒他们注意这些问题。我约他们见面，给他们分享了一些两岸婚恋的经验。你们两个能相遇相知，真的很不容易，但是两岸的婚恋确实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我喝了口茶，认真地说，丽姐，您说。阿杰很恭敬地点点头。首先，两岸在婚恋观念上还是有些差异的。台湾这边结婚一般不太注重彩礼，更注重两个人的感情和未来的生活规划。而大陆这边，特别是一些地区，彩礼是很重要的传统习俗，象征着男方对女方的尊重和责任担当。听我说到这里，小芳连忙摆手说，丽姐，这点您放心，我家不讲究这些的，我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思想很开明，他们只关心我过得幸福，不会要什么彩礼的。阿杰听了，眼神中满是感动。小芳，你真的很懂事，但是该有的尊重我们台湾人也是懂的，这点你不用担心。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和语言差异，我继续说道，比如台湾人说话比较委婉，喜欢用好像、可能这样的词，而大陆人则比较直接，
台湾人说等一下可能是几分钟，大陆人说可能就是半小时。再比如台湾人吃饭比较准时，大陆有些地方则比较随意。这些小习惯都需要互相理解和适应，这些我们会注意的。理解。小芳点点头。其实我觉得恋爱就是互相包容、互相理解的过程。没错，阿杰握住小芳的手，眼神中满是爱意。我们会一起努力的。看到他们这么恩爱，我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这就是我做红娘最大的成就感啊！恋爱3个月后，阿杰决定带小芳回台湾见父母，这可是大事啊！我特意给小芳整理了一些注意事项，比如台湾长辈比较注重礼节，见面要叫人，带什么礼物合适等等。小芳很认真地记下了我说的每一条，还自己上网查了很多台湾的风俗习惯。她真的很用心，难怪阿杰这么喜欢她。去台湾前一天晚上，阿杰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语气有些焦虑。丽姐，我妈刚才问我，小芳家里准备要多少彩礼，我该怎么回答？我笑着说，阿杰，你就如实告诉阿姨，小芳家里开明，不要彩礼。不过你们台湾不是有过大礼的传统吗？可以按照你们的习俗来。好的，谢谢丽姐。阿杰松了口气。第二天，小芳和阿杰一起飞往台北。小芳一路上都很紧张，生怕自己表现不好，让阿杰父母不满意。别紧张，我爸妈其实很好相处的，而且他们已经从我的描述中喜欢上你了。阿杰握着小芳的手安慰道。一到台北，阿杰直接带小芳回了家。他家住在台北信义区的一栋高级公寓里，环境优雅，装修精致。小芳一进门就被阿杰妈妈热情地拥抱了。哎，终于见到真人了，比照片上还漂亮呢。来来来，快进来坐。阿杰妈妈亲切地拉着小芳的手，阿杰爸爸也笑呵呵地打招呼。小芳啊，听阿杰说你在上海工作，很能干吗？叔叔阿姨好，打扰了。小芳有些拘谨的地上准备的礼物是从大陆带来的茶叶和丝绸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来，先喝点茶，尝尝我们台湾的凤梨酥。阿杰妈妈热情地招待着。看得出来，阿杰父母对小芳的第一印象很好。他们一起吃了丰盛的晚餐，阿杰妈妈还特意做了几道上海菜，虽然味道有些走样，但小芳还是感动的不行，连连称赞。饭后，阿杰爸爸突然提起了婚事。小芳啊，阿杰跟我们说了，你们打算年底结婚是吗？小芳脸一下子红了，看了阿杰一眼，点点头。是的，叔叔，如果您和阿姨同意的话。当然同意啊，阿杰妈妈高兴地说，我们看你就很满意。对了，关于彩礼的事情，你们大陆不是很讲究这个吗？我们台湾这边虽然不太一样，但该有的尊重我们还是要有的。小芳连忙说，阿姨，我家里人思想很开明，不需要彩礼的，他们只关心我过得幸福。阿杰爸妈对视一眼，似乎很惊讶，但也很欣赏小芳的态度。阿杰爸爸说，不管怎样，我们台湾这边是有过大礼的习俗的，按照传统应该准备6样礼。金饰、衣服、聘金、喜饼、水果和酒。虽然现在很多年轻人简化了，但我们做长辈的还是希望尊重传统。是啊，阿杰妈妈接话道，不是我们要讲究，而是这是对你的尊重，也是对两家人结合的重视。阿杰点点头，爸妈，我会安排好的。小芳感动的不行，她没想到阿杰父母这么尊重她，还这么看重这门婚事。在大陆，彩礼往往被视为女方家索取的，但在这里，它变成了男方家表达尊重的方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杰带小芳在台北到处游玩，去了故宫博物院、101大楼、九份老街等地方。小芳惊叹于台北的发达和整洁，与她之前对台湾的印象大不相同。我以前总以为台湾比大陆落后，现在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。台北的公共设施、市民素质都很棒。小芳由衷地说。阿杰笑着解释，很多大陆朋友来台湾都有这种感觉。其实两岸各有所长，大陆的发展速度惊人，基础设施建设令人惊叹，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在细节管理、环保、市民素质方面做得比较到位。是啊，我们应该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小芳点点头。在台湾的最后一天，阿杰爸妈邀请小芳的父母通过视频见面，双方家长交谈甚欢，很快就谈到了婚礼的安排。阿杰爸爸直截了当地问小芳父母，关于彩礼，你们有什么要求吗？
在台湾，我们习惯按照传统给聘金和礼品，但具体数额，我们想尊重你们的意见。小芳爸爸微笑着摆手，这个真的不用了，我们家里条件还可以，小芳也有工作，不缺这个。最重要的是2个孩子幸福，如果非要说，就按照你们台湾的习俗，象征性的给一点就好了。就在这时，阿杰妈妈突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话，既然小芳家不要彩礼，那我们就按照台湾习俗的10倍准备吧。不是为了显摆，而是表达我们对小芳的感谢，感谢她愿意嫁到台湾来，感谢她给阿杰带来的幸福。啊，这太多了吧？小芳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阿杰爸爸点点头，我赞同我老伴的意见，小芳这么优秀，又这么为阿杰着想，我们做父母的非常感动。再说了，小芳嫁到台湾来，离开自己的家乡和父母，这份情谊我们要好好珍惜。小芳父母也连连摆手，真的不用这样，太客气了。阿杰握住小芳的手，眼中含着泪水。爸妈，谢谢你们这么疼爱小芳。小芳，你愿意接受我父母的心意吗？小芳被阿杰父母的真诚所感动，眼眶湿润了。谢谢叔叔阿姨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孩子，阿杰妈妈温柔地说，我和你阿杰爸爸商量过了，我们给你准备的彩礼不只是钱，更是我们的心意。首先，我们会给你一套在台北的房子，作为你们的婚房，这样你来台湾生活就有自己的家了。这也太贵重了吧！小芳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在大陆，房子可是天价啊，台北的房价也不便宜。阿杰爸爸笑着解释，其实是我们早就给阿杰准备的婚房，原本想等他结婚时送给他们小2口，现在提前点给你们也一样。第二，阿杰妈妈继续说，我会送你一套我们家族传下来的翡翠首饰，这是我婆婆当年送给我的，现在我传给你，象征我们家族对你的接纳。小芳感动得直抹眼泪，她没想到阿杰妈妈会把家族传下来的宝贝送给她。第三，我们会在银行给你们开一个专门的账户，存一笔钱作为你们的家庭基金，这不是彩礼，而是给你们小2口的生活保障。阿杰爸爸说。第四，我们会资助你在台湾继续深造的学费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那么优秀，不应该因为结婚就放弃自己的发展。阿杰妈妈体贴地说。第五，我们会每年出资让你父母来台湾住一段时间，让你不会太想家。阿杰爸爸补充道。第六，我们已经联系好了一位资深律师，帮你办理在台湾的各种手续，确保你在台湾有合法的身份和权益保障。第七，我们会尊重你的职业选择，无论你是想继续工作，还是选择在家相夫教子，都由你自己决定，我们绝不干涉。第八，我们保证不会干涉你们小2口的生活，但如果你需要帮助，我们随时都在。第九，我们会学习大陆的文化和习俗，尊重你的生活习惯，让你在台湾不会有文化冲突。第10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阿杰爸妈异口同声地说，我们保证会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爱你，让你在台湾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听完这些，不仅小芳感动得泣不成声，就连视频那头的小芳父母也湿了眼眶。这已经不是彩礼的概念了，而是一份满满的爱和尊重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太好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。小芳抽泣着说，傻孩子，不用谢，你给了阿杰幸福，我们就很感谢了。阿杰妈妈拍拍小芳的手。那天晚上回到酒店，小芳给我打了电话，把阿杰父母的彩礼清单告诉了我，我听了也是感动不已。丽姐，我从来没想过会遇到这么好的公婆，他们不仅不嫌弃我是大陆来的，还这么尊重我、爱护我，我真的很幸福。小芳哽咽着说，是啊，你真的很幸运，我也很为他高兴。这就是我一直想告诉大家的，两岸婚恋其实没有那么多隔阂，关键是彼此尊重，互相理解。我现在才真正理解，为什么你总说台湾社会很发达，不只是经济上的，更是人文关怀上的。小芳感慨道，对呀，很多大陆姑娘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，总觉得台湾比较穷。其实台湾虽然面积小，但社会发展得很成熟，特别是在人情味和公民素质方面，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。我解释道。小芳回到上海后，立刻开始着手准备婚礼和移居台湾的各种手续。阿杰经常往返于台北和上海之间，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。
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，两人也遇到了一些文化差异带来的小摩擦，比如在选择婚礼日期上，阿杰家按照台湾习俗要看黄历，选一个好日子，而小芳则觉得只要两人开心，哪天都可以。再比如婚礼形式上，阿杰家希望按照传统习俗，有闹洞房、敬茶等环节，而小芳则更倾向于西式婚礼的简单浪漫。不过，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。白天按照台湾传统习俗举行仪式，晚上则办一场西式晚宴。丽姐，其实我觉得这些差异恰恰是我们婚姻中的调味剂。小芳笑着告诉我，不同的文化背景让我们有更多话题，更多共同探索的乐趣。这话说的真是太有道理了。两岸婚恋中的文化差异，如果处理得好，不仅不是障碍，反而能成为婚姻中的亮点。终于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阿杰和小芳在台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婚礼上，两岸亲友欢聚一堂，其乐融融。阿杰父母兑现了他们的承诺，给了小芳10项重礼，远超传统彩礼的价值和意义。但最让小芳感动的，还是阿杰妈妈当着所有亲友的面说的一句话：从今天起，小芳就是我的女儿，不是大陆来的媳妇，而是我们家的一份子。婚礼上，我作为红娘也受邀出席，看着这对新人幸福的笑容，我心里满是成就感。这就是我做红娘的最大快乐，见证爱情，促成良缘。婚后的生活如何呢？别急，我继续给大家分享。小芳刚到台北生活时，确实遇到了一些适应上的问题，比如台湾的饮食口味偏甜，而她习惯了上海的咸鲜。台湾人说话比较委婉，而她则比较直接。还有就是对繁体字的不熟悉，让她在阅读和填写表格时有些困难。但是在阿杰和公婆的帮助下，小芳很快就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她还利用阿杰父母提供的资助，在台湾大学进修了市场营销专业，并在一家跨国公司找到了很好的工作。丽姐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台湾的工作环境真的很人性化。小芳在视频通话中告诉我，公司很注重员工的工作与生活平衡，不会无限制加班，福利待遇也很好。而且台湾人做事很细致，很注重细节，这点我很欣赏。阿杰也对小芳的适应能力赞不绝口。我原本以为小芳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台湾的生活，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融入了。她现在普通话、台湾国语和闽南语3种语言都能说，比我还厉害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阿杰父母真的把小芳当成了亲生女儿。阿杰妈妈经常带小芳逛街购物，教她做台湾特色菜。阿杰爸爸则带她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，陪她游览台湾各地的名胜古迹。丽姐，我婆婆太好了，小芳感慨道，她从来不把我当外人，总是处处为我着想。前段时间我感冒了，她熬了3天的药膳给我吃，比我妈还紧张。阿杰爸爸也很疼我。小芳继续说，他知道我想家，特意带我去了一家上海菜馆，虽然味道和正宗的有差距，但那份心意真的让我感动。小芳的父母也来台湾住了一段时间，亲眼见证了女儿的幸福生活，也打消了他们对女儿远嫁的担忧。我爸妈原本很担心我在台湾会不适应，会受委屈。小芳说，现在他们看到我过得这么好，也放心了。而且他们和阿杰父母相处得特别融洽，完全没有想象中的代沟。结婚1周年的时候，小芳怀孕了，阿杰全家都欣喜若狂，阿杰妈妈更是提前开始准备各种婴儿用品。丽姐，我婆婆说要给孩子取2个名字，一个是繁体字的台湾名字，一个是简体字的大陆名字，让孩子知道自己有双重文化的血统，真的很有心了。小芳感动地告诉我，小芳和阿杰的故事，在我接手的两岸婚恋案例中，算是非常成功的一例。他们的成功不仅在于2人的相爱相知，更在于2家人的理解和支持，特别是阿杰父母对小芳的尊重和爱护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想分享一些关于两岸婚恋的经验和感悟。第一，两岸虽然有文化差异，但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鸿沟。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愿意互相尊重、互相理解。就像阿杰家人对小芳的尊重，以及小芳对台湾文化的适应和学习。第二，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，觉得台湾比大陆落后。
其实台湾社会发展得很成熟，特别是在人文关怀、公民素质、环保意识等方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。同样，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也比较刻板，不了解大陆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和变化。两岸民众需要更多交流，打破这些刻板印象。第三，两岸婚恋中，家庭的支持非常重要。就像阿杰父母对小芳的支持和关爱，让她能够快速适应新环境，感受到家的温暖。第四，两岸婚恋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两种文化的融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双方都需要学习对方的文化和习俗，取长补短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家庭文化。第五，两岸婚恋中的彩礼问题不应该成为障碍，重要的是双方的真心和诚意。就像阿杰父母给小芳的10项重礼，不是为了显摆，而是为了表达对小芳的尊重和爱护。现在，小芳和阿杰的故事还在继续，他们的孩子已经降生，是个可爱的小男孩，取名叫阿宝，寓意平安宝贵。小芳在台湾的生活越来越好，她不仅适应了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，还利用自己的跨文化背景，开了一家连接两岸文化的工作室，帮助更多像她一样的大陆女孩了解台湾，也让台湾人更好地了解大陆。丽姐，谢谢你当初的介绍，让我遇到了阿杰，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。小芳在视频通话中真诚地对我说，这都是你们的缘分啊！我笑着回应，看到你们幸福，我这个红娘也很开心。是啊，作为一名红娘，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看到两个原本陌生的人因为我的牵线搭桥而走到一起，组建幸福的家庭。特别是像阿杰和小芳这样的两岸婚恋，能够促进两岸民众的了解和交流，更是意义非凡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阿杰和小芳的经历能给正在寻找爱情的你们一些启发和鼓励。爱情没有国界，没有地域之分，只要真心相爱，互相尊重，就能走得长远。最后，我想对那些正在考虑两岸婚恋的朋友们说，不要被刻板印象所限制，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台湾和大陆各有所长，两种文化的碰撞会擦出更绚烂的火花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是你们的丽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